不知道要说什么。或许有太多话题可以说，可以谈，但似乎又谈不完。我们是否真的有这样一个机会，能够真的坐下来，促膝长谈，把我们人生的所有问题，没有死角的，没有任何回避的，过一遍？撕下我们所有的面具、伪装，放下所有想法所构建的条件依赖。就咱两个人，真正的两个人，意味着我们把所有的影响、灌输、所知道的、所道听途说的、所形成的观点，就能通通放下。大脑是那么容易充斥着无数人的影响，无数人的观点、说法。两个人在一起能够完全敞开、完全公开、完全没有任何回避的深谈，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。我们每个人在这个地球上就存在（括弧肉身）几十年、100年。但你看看我们在干什么？整个人类在干什么？我们的生活被困在各种各样的模式里面、套路里面，来自传统文化、社会层层的枷锁。
大脑困在这里面，不自在，不舒展，压抑。所以，愉悦、满足变得特别重要。起码在那一瞬间，大脑能够获得一种舒展的感觉，加引号。愉悦、满足，种种想法所带来的刺激，让大脑，或者说大脑一直在抓取。这是大脑在追逐所谓的永恒背后，实际上在发生的事情吗？让那些短暂的东西能够，希望能够持续，让愉悦、让满足能够持续。所以大脑在渴望舒展，但实际上大脑却如此挣扎，人生却如此挣扎。因为所有这些愉悦、满足、这些狂喜、爽，都是神经元的活动、短暂的高度聚所产生的现象。神经元这样一个聚的状态所产生这样的体验，它是无法持久的，因为大脑不可能一直聚。但那个体验如此吸引人，如此的能够让人为此不顾一切，但到头来啥也没有，啥也留不住。人生就这几十年、上百年，顶多了。明知这一切都不是永恒的，但为何大脑却如此沉迷于这个永恒，让一切可以延续？
你看，从古到今，有无数的大自我们在追求长生不老。整个想法所构建的自我，这个极其扭曲造作的意识活动，它的造作对应着深深的恐惧，怕消亡，怕消失，所以他要不断的抓取，不断的想方设法苟延残喘，抓取，执着，渴望能够产生一种永恒的感觉。在执着抓取中，尽管抓取执着内容对象在不断的切换变换，但这我的确延续下来了。这样一个一直被意识活动延续的自我，对应着大量的挣扎，大量的湿气。对物理死亡，那是莫大的恐惧。这一关根本过不了。他可以发明前生后世来欺骗自己，来自我安慰。你看，整个人类从东到西，不同的宗教，一样的把戏。自我这样一个总在连续延续状态，跟追逐永恒，它是一体的过程。所以，死亡，物理死亡是如此的恐惧，因为自我是如此的害怕消失消亡。这个自我的活动，这样在人类整个的意识活动里面，攒了一辈子。从小到大的所有的经历，那些令自己荣耀的，让自己受伤难受的，全部记挂于心。无数的记忆、回忆、身份、价值、职业、学历、成就，等等等等，在这有限的人生的几十年里面，不断的积累。
害怕消失，变得如此的强烈。很显然，大部分人可能没法在意识上清晰的看到这些，但他的一言一行却完全展现这些。转世、来世、下一代、上一代、祖宗、轮回，你看，人类会发明无数的概念，永垂不朽，假的要死。实为腐朽到家。整个自我它的延续、存在，展现的全是腐朽，完全的堕落，无数的自我欺骗，自我的声张。看似一个人这一生积累如此之多，但他难以直视这莫大的空虚，恐惧。他可以继续装，继续欺骗他人，他骗不了自己。所以你看，整个自我的消亡，全是靠物理死亡，得亏得有物理死亡，否则这世界更乱，更荒唐。如果一个大自我活200岁，这个世界不得了。尽管自我极其害怕物理死亡，但
物理死亡必须得有。但一个人，他能够有这样一个完全的热情，让自我死亡，而不是物理死亡，那这是另外一件事情。一个人能否在他活着的时候，完全放下他的所有的一切积累，大脑完全走出过去，让这个自我的意识活动完全的细致，那这整个真实人生，它是一个不断经历死亡的过程。死亡就是所有的这些意识活动的那些滞留，不断的清空瓦解，复归无物。一个人能够在活着的时候，大脑主动卸下一切负担，这是一件无与伦比的事情。大脑没有任何的负担，没有任何的压抑，人完全的充满了活力，生命原本的活力。一颗鲜活的生命，它总在经历这意识的死亡，所以意识活动总在去故更新。那这完全鲜活的生命，压根就没有任何惧怕物理死亡，因为这颗鲜活的生命在每一刻经历意识的死亡。物理死亡只是肉体的笑容消失。当意识能够清空的时候，人完全没有了恐惧。生活的每一刻足以。正是那个自我的意识活动、想法的失序，总是感到不足，总是要抓取更多，希望能够永恒永久。结果呢，人生充满了无数的遗憾。总希望能够活得长一点，要弥补那些越来越多的遗憾。所以，能否看到这个荒谬的局面？
走出整个的失序的意识活动，人才有完全崭新的意识活动，才能够自然的去故更新。一切足以。一颗完全鲜活的生命，一个完全鲜活的人生，足以。也只有大脑能够完全走出这个失去的意识活动，对应着这整个的苟延残喘的自我意识，大脑才可以真的做到知足，不是那个口号说要知足啊，那全是口号，而是能否真的做到它。所以，一个人能够真正的经历意识的死亡、重生，能够让整个的自我活动完全的弃止，整个能量能够完全的汇聚，人生完全的鲜活，让大脑才知足。因为大脑整个神经系统智能的需求被满足了，也只有大脑能够完全走出自我意识活动，不再去满足那些永远无法满足的自我的需求。那大脑就知足了。我是永远不知足的，对不对？这个我永远不满足，永远觉得不够。整个世界的丑陋，不都是来自于自我，它的扩张，它的不知足，总想满足，却也满足不了，所以总在扩张。
那一个人能否完全改变他的活法？能否有一个完全崭新的人生，即生死合一，意识能够清空重生，亲自在活着的时候不断的经历死亡，那人生才充满了能量，完全的能量，完全的活力。那咱们今天的谈话就谈到这里。